大家好，我是汤志龙，目前是 Feeds Capsule 项目的负责人，很高兴能通过这个视频机会向大家展现 Feeds 项目的当前现状和后续规划。首先来讲，什么是 Feeds Capsule，或者说 Feeds Capsule 究竟是一款什么样的应用，它能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优势？Feeds Capsule 简要的说，就是一款去中心化的社交应用软件。用户在使用这款应用中完全拥有自己数据的控制权。其实当初我们在立项启动开发这款去中心化应用时，有两个初衷。首先，一旦 Elastos Runtime 成功发布给社区后，就会需要一款以内容和流量导向为主的 Capsule 应用来吸引和引导社区人员使用 Elastos Runtime。其次呢，在使用 Elastos 基础服务之上，我们也在探索一种新型的应用和服务的去中心化模式。希望 Feeds Capsule 能够坚持和实现这两个项目初衷。同时，我们也在力申践行 Elastos 项目的原宗旨 ：You own your data， 你拥有自己的数据。Feeds Capsule 以技术预览版形式已经于8月中旬完成初始版本的发布，到目前为止已经迭代了一个 bug fix 版本和一个新的特性版本。关于 Feeds Capsule 后续规划， Feeds 团队将致力于 Feeds Capsule 用户体验的持续提升，同时我们也会不断集成更多的新的社交特性。我们也在考虑在 Feeds 中引入经济激励模型，希望激励产生更多的优质内容，通过内容进而吸引更多的用户参与。与传统的社交应用如 Twitter 和微博相比， Feeds Capsule 具有以下最基本的特征和优势。Feeds 中使用去中心化 ID 身份登录后台服务，而传统的社交应用使用中心化的账户系统，或者通过第三方 OAuth 方式进行用户认证和授权。基于传统的身份认证方式，不仅无法保证用户对自己账户私密信息的控制，也无法避免单点服务登录失败的潜在问题。其次，由于 Feeds 服务的去中心化，从前端用户角度来看，拥有了对不同后端服务访问的选择权，这样有益于服务内容的多样化。同样，由于 Feeds 服务的去中心化，Feeds 服务可以由任何组织和个人去运行，并能为用户提供对自己数据的完全的控制权。在用户体验上， Feeds Capsule 其实跟 Twitter 和微博等比较类似。在 Feeds Capsule 中，如果用户对某个 feed 感兴趣，则先需要登录到该 feed 所在的 feed service 上，然后再关注对应的 feed， 进而阅读 feed 里面的心理微缩，基于微缩进行一些回复评论。从这几张图你可以看到，我们关注了几个 feeds， 而这些 feeds 其实部署在各个不同的feeds service 节点上。目前这些 Feeds Service 节点由不同的团队和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运行和管理的。关于后台 Feeds Service， 目前 Feeds Service 已经支持 Ubuntu、Debian Linux、macOS 等平台，可以运行在 VPS 或者树莓派以及对应系统的桌面设备上。用户可以从 Trinity Tech 网站获取基于 Linux 的 Debian 安装包，也可以在 GitHub 项目仓库发布包种下载。后续呢，我们也会推出 macOS 的 Feeds Service 应用包。这里简要说一下 Feeds Capsule 当前主要特性。用户可以，但只能在自己创建的 Feeds 中发表微缩。支持用户可以阅读
已经关注的 feeds 中的所有微缩，同时就微缩你发表一些评论。用户可以自动收到通知，让你知道哪些用户关注了你的 feeds， 点赞了你发布的微缩，然后在你的微缩上留下了评论。我们支持扫描二维码方式，分享 feed service。我们也支持通过 Era 钱包打赏你喜欢的 feed。Feeds Capsule 目前已经完成了技术预览版本的初次发布。后续除了在 UI/UX 层面继续提升和完善用户体验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新特性的开发集成。会支持更多的分享 Feed Service 途径，除了支持主流的第三方应用途径分享，也可以直接通过 Elastos 分享 Feed Service， 同时也会扩展支持直接推荐和分享 Feeds 本身。会支持私密 feeds。私密 feeds 开始时可能对用户不可见，需要通过朋友推荐去请求关注，而且只有在 feeds owner 同意下，才允许被关注。我们也会支持付费 feeds。付费 feeds 只有在用户在完成付费的情况下才能够加入给 feeds。一般情况下，这些付费 feeds能给用户带来有价值的内容。我们会支持更多形式的副媒体内容，比如9宫格图片即拍即用短视频等。我们也在规划在 Feeds 生态中引入经济激励机制，例如基于依赖云 ETH 侧链的 ERC20 token，通过 token 奖励来吸引更多用户的参与度，从而提升内容品质和增加用户流量。此外，我们也计划将 Feeds 改造成可独立运行在 Android、iOS 移动平台上的原生应用。其实现在 Feeds Capsule 仅能运行在 Elastos Runtime 上，还无法作为原生应用直接运行在 Android、iOS 等平台。关于 Feeds 项目的路线，我们会基于 Android Elastos 持续发布 Feeds Capsule 程序，计划每2周定期发布一次新功能集成和问题修复版本。我们还会一旦 Elastos 工具链支持，将 Elastos Capsule 打包成移动平台应用，同时 Elastos Runtime 也提供原生应用服务支持后，Feeds Capsule也将提供 Android 和 iOS 的原生应用版本。当然，这依赖于 Elastos 的相关工作进展，预定于今年年底能提供出版。Feeds Capsule 项目到场入组，我们会持续优化和改进用户体验。我们期望后续发布的 Feeds Capsule 能够带来更多有趣的特性，吸引更多的优质内容，更多的用户流量，让 Feeds 的内容和用户生态持续发展。这里也借这个机会非常感谢社区人员对 Feeds 的关注和支持，也欢迎大家通过这里的几个渠道给 Feeds 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再一次感谢大家观看这个视频，谢谢大家。